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频道。12月26号是我们已故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诞辰。本期节目就是要详细的讲一下大跃进运动的功过得失，为毛主席证明，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中国人民，用事实来反击所有海内外的恨国党、带路党、反动公知、反华独轮运分子、反体制的红二代、官二代们对毛主席几十年如一日的造谣抹黑、丑化污蔑，还毛主席的清白，以此来纪念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真心实意的为中国老百姓谋福利的，他满门忠烈。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毛家一共有6位亲人，为了实现崇高的革命目标，先后光荣牺牲。这位为新中国牺牲了6位亲人的开国领袖，逝世之后没有留给家人1分钱的遗产。现在我把毛家的6位烈士的名单公布如下：1929年，妹妹毛泽建牺牲，时年24岁；1930年，毛主席的夫人兼战友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29岁；1935年，胞弟毛泽勤牺牲，时年30岁；1943年，胞弟毛泽民牺牲，时年47岁；1946年，侄子毛楚雄牺牲，时年19岁；1950年，儿子毛岸英牺牲，时年28岁。那试问，有哪个国家领导人像毛主席这样满门忠烈？我们不应该怀念和纪念这样的伟大领袖吗？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是党和政府顺应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随着客观的历史进程而自觉地迸发和组织起来的，形成了人民建设强大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思想潮流。那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广大人民充满了自豪和自信，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来建设新中国。广大人民的这种自豪和自信具体表现为：一、经过彻底的土地改革之后，农民人人有地种；二、在全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初，文盲率高达80%以上，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到了1978年，全中国人的识字率接近了70%。当时的扫盲标准为：干部和工人认识2000个常用字，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200-300字的应用短文；农民能识1000个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常用的便条收据；城市劳动人民能识1500个常用字，读写标准参照工人、农民的标准。三、解放前中国的人均寿命是35岁，世界的人均寿命是47岁。到了1978年，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到了68岁，世界的人均寿命才57岁。29年，人均寿命增长了33岁，婴儿死亡率降低到了4%到5%左右。解放前，旧中国的婴儿死亡率通常是在50%以上。四、妇女能顶半边天，做到了真正的男女平等，解放了妇女的生产力，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妇女是男人附属的悲惨命运。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男女平等是全世界范围内做得最好的，没有之一。英国、美国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到现在还是比比皆是。同样的职位，女性的工资要比男性少1/4。五、没有剥削压迫。六、没有贪官污吏。七、没有劫匪盗贼。八、没有卖淫嫖娼。九、没有吸毒贩毒。十、没有瘟疫传染病。11、没有懒汉二流子。12、真正实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民风淳朴。那是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广大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被最充分地调动了起来，人们做到了应该做到的一切，贡献了可以贡献的一切，完成了能够完成的一切。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那是一段1天等于20年、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火红的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是一个人们的思想真正获得解放的时代，是无比自信、无比自豪的时代。一切崇洋媚外、迷信洋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跪舔洋奴思想，统统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切传统的陈规陋习、洋人的教条和条条框框，统统被打破。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创出自己的局面，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那个时候，中国的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人人都学习辩证法，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看大跃进究竟创造了多少奇迹。大跃进的伟大成就是无法抹杀的。中国在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100余年的时间之内，外国的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是贫油国，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因为没有石油，新中国的工业化就举步维艰。中国的地质学家们在大跃进精神的鼓舞下，在亿万劳动人民苦干精神的召唤下，推翻了100多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贫油国的错误结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大庆找到了石油。从1918年日军开抵哈尔滨，攫取哈尔滨至长春的铁路管理权开始算起，日本人就一直在东北当时的伪满洲国寻找石油，他们整整找了27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也一直没有找到一滴石油，真是天佑中华。如果日本人当时在大庆找到了石油的话，日军很有可能就不会执行他们的南下战略了。日军的南下战略是占领东南亚各国，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石油和橡胶等战略物资。如果日军在大庆找到了石油，那么日军就会执行北上战略，和他的轴心国同盟纳粹德国一起东西夹击苏联，苏联很有可能被德国和日本彻底击败。如果这样的话，日本也就犯不上去偷袭美国的珍珠港，把美国拖入二战了。当时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盛行，美国人只想着发战争财，是不会轻易参战的。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形势就会逆转。如果苏联被德国、日本东西夹击而击败的话，老蒋肯定投降日本，成为傀儡政权，继续压迫剥削中国人民。日本占领并殖民整个中国大陆，法国已经投降了，英国孤立无援，失败只是时间的问题。美国远离欧亚大陆，只想着卖军火和物资发战争财，绝对不会轻易的参战。那么整个二战的历史就会改写，我们肯定就会做亡国奴。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如果没有苏联和美国源源不断的战略物资和技术的支援，我们的抗战是看不到任何胜利的希望的。当大庆的石油工人王进喜跳入泥浆池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贫油国的帽子甩到了太平洋里面去了。人们仿佛听到了中国大地的脉搏的跳动声，大地在抖擞，人民在欢呼。现在的石化人、汽车人，当你们在开发自己新产品的时候，还记得当年的铁人精神、大跃进精神了吗？或许你们中的一些人说不定还要辱骂诅咒大跃进几句。如果不是大跃进打破了洋人认为中国没有石油的结论，在大庆找到了石油，那么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所有理性、正直的、爱国的中国人都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一、大跃进在工业方面的成就，有12个中国第一，为钢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电力、电视传媒以及航海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工业基础。1958年3月11号，中国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成。1958年3月17号，中国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1958年4月12号，中国第一台40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1958年6月1号，中国第一台最大的平炉在鞍钢建成出钢。1958年7月17号，中国第一个最大的武钢炼钢厂开工兴建。1958年9月14号，中国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1958年11月28号，中国第一艘由苏联设计、中国制造的排水量2.21万吨的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试航。1959年1月1号，中国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1959年1月1号，中国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建成投产。同年，中国第一台液力传动的内燃机车试制成功。1960年，中国第一座大型氮肥厂试制首批氮肥。1962年，中国第一台 1.2 万吨压力自由锻造水压机制成。大跃进的伟大成就之二，兰心、宝成、钱柜、阴夏、包兰5条铁路的建成，改善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内陆交通，从此天堑变通途，
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印证了那句话：要想富，先修路，包括铁路和公路。1958年1月，宝成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68.5公里。1958年1月，阴夏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98公里。1958年3月1号，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正式开始国际联运。1958年8月，包兰铁路通车，全长1000公里。1958年10月21号，北京到包头、到银川、到兰州的航线正式通航。1959年2月7号，黔桂铁路正式通车，全长605公里。1959年4月1号，北京到平壤的国际航线正式通航。1959年12月，重庆白沙坨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960年1月1号，兰新铁路通车，全长1315公里。1960年4月21号，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大跃进的成就之三，中国在尖端科学的发展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国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8年6月，中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同时建成回旋加速器。1959年9月，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1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为1964年10月16号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下了基础。大跃进的成就之四，农田水利建设，是整个大跃进期间在农业方面的重要和主要的群众性运动。数亿农民和广大水利工作者忍饥耐寒，常年苦战在工地之上，从事着造福于子孙后代的艰苦工作。这些水利农田设施到现在为止还在为我国的农业发挥着至关重要、无法替代的作用。而且当时这些工作都是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的，当时叫做工农业总产值，没有 GDP 这一说。这些其实就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啊，是实物资产，是家当。如果按照现在的 GDP 计算的话，那些实物资产那至少要上百万亿的产值了。有些项目甚至不能用金钱去衡量。具体的项目有：1958年5月修建13陵水库；1958年11月18号，海河、拦河、大坝合拢，使华北5条内河的淡水不再流入大海，并使海水不再涉内河，从此海水河水咸淡分家。1958年12月9号，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全部结束。1960年1月1号，黄河刘家峡水库顺利截流。1960年，河南省陵县红旗渠破土动工，历时9年，于1969年7月竣工，全部工程都是未民办。1960年2月24号，黄河青铜峡水库拦河坝合拢截流。1961年3月17号，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排灌电力网中国第一期工程完成，受益农田达250万亩。1961年12月22号，新华社报道，农村出现了一批新的电力灌溉区，其中有著名的产稻区广东珠江三角洲、江苏南部和北部地区、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区；重要的产棉区河北天津、唐山、保定、张家口地区；陕西的关中地区、河南豫北和郑州、洛阳、三门峡地区；安徽的菏河、筚河、杭布河地区；山西南部中部地区。大跃进期间还参与治理了3大水系：黄河、淮河、海河。大跃进运动期间又大力的整治了黄河，造福了后世子孙，功德无量。据史书记载，中国自从远古一直到满清咸丰6年期间4000余年，黄河在现今的大清和淮河之间来回的滚来滚去，不断肆虐冀鲁豫大平原，人口大迁徙有过6次，家破人亡的不计其数。黄河水患对中华民族所带来的灾难之深重，无论用多少笔墨都是难以描述的。历史上，黄河曾经决口多达1500多次，造成过无数的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1952年，毛泽东向全国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1953年，成立了黄河规划委员会，制定了治理黄河的规划。50年代，对黄河大堤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备修，有计划地开辟了东平湖、北京堤滞洪区，初步建成了由水库、堤防、河道整治、滞洪区等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建国后的前30年，黄河曾发生过一次流量为2万秒立方米的特大洪水，发生过流量为1万秒立方米以上的洪水11次，
发生过流量为5000秒立方米的洪水100多次，但是没有决口过一次。历史上每次黄河发生4-5千秒立方米的洪水就会决口泛滥。在黄河干流上修建了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青铜峡、三圣宫、天桥、三门峡7座大型水利枢纽，在黄河支流上修建了160多座大中型水库，发电装修容量250多万千瓦。黄河流域灌溉面积扩大到6000多万亩，是解放前的5倍。黄河上游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和防止水土流失的工作，8万多平方公里面积的水土流失得到了初步治理。自刘家峡、青铜峡和三门峡水库建成之后，黄河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灾大险了。黄河从此就是被征服了，人民从此安居乐业了。2. 治理淮河。据史书记载，从1400年到1900年的500多年之中，淮河水系发生较大的水灾有350次，旱灾280次。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挡日军的进攻，炸开了花园口的黄河南堤，导致黄河再次夺淮，使得5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黄河水淹没长达9年之久。2. 1950年，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1951年5月，毛泽东提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3. 治淮大军先后在淮河加固堤防1.5万多公里，全流域修建了南湾、素鸭湖、白龟山、佛子林等大中小型水库5000多座，修建了总蓄水量达280亿立方米的蓄滞洪区。在下游扩大淮河入江入海出路，使泄洪能力从原来的8000秒立方米增加到2.4万秒立方米，从而达到一般洪水保平安、重大洪水有对策的防洪能力。4. 在淮河流域新建了全国著名的碧石杭灌溉工程，江都排灌站、侯建固定排灌站达4.1万多处，总装机达1000多万匹马力，还打了机电井75万多眼，使全流域有效灌溉面积达到了1.1亿亩，是解放前的8倍。5. 开展了大规模的防涝治碱工作，开挖和整治了大量骨干河道和配套工程，使整个淮河流域平原1亿多亩易涝地和2200多万亩盐碱地中，有一半易涝地达到了除涝标准，70%以上的盐碱地得到了改良。3. 治理海河。据史书记载，从1368年至1949年的580年间，海河共发生过严重水灾367次，每逢汛期，各河系常常满溢决口，严重威胁天津市以及京广、京山、京蒲铁路的安全。1963年11月17号，毛泽东提示一定要根治海河，先后在海河的主要干支流上修建了官厅水库、密云水库等大中小型水库1700多座，修筑了大量防洪大堤、闸、涵、桥梁和成千上万项大小配套工程。为改变海河河道上宽下窄的情况，在它的中下游地区开挖和疏浚了永定新河、独流简河、南排河和北排河、汤卫新河、子鸭河等50多条骨干河道和一大批支流河道渠道，新辟了8条入海河道，使海河水系的排洪入海能力由解放初期的1200秒立方米扩大到2500秒立方米，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上各河集中天津经海河入海的局面，形成了分散的多围旅入海，使原来的大雨大灾、小雨小灾的局面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修建流域内大中型地面水灌溉工程140处，基井75万多眼，灌溉面积达到9000万亩，逐步形成一批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同时还使局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得到了初步控制，盐碱地得到了治理。在各地大大小小的水库建成和疏浚渠道的新建同时，各省又都建立了一定的保收田，人民低标准的口粮基本得到了保障，靠天吃饭的局面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大跃进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工程很大一部分都是民办的，就是国家管饭，人民义务劳动，不拿工钱的。那些大型水库对城市繁荣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13陵水库给首都北京带来了福音。许多老北京人都知道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参加劳动的情形和整个13陵水库工地的壮观景象，那真是热火朝天啊！
比如海河拦河大坝建成之后，海水和水咸淡分离，极大地改善了天津市的淡水资源，对天津市的工业发展和城市繁荣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又比如深圳水库对香港的繁荣和深圳建市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代化经济和大都市的繁荣和发展，其所需要的重要资源就是淡水。汉语中有一句成语叫做饮水思源，喝水不忘打井人。没有大跃进运动，就没有现代工业、现代城市所需的大量充足的淡水资源。1960年1月22号，新华社对外公布第二个5年计划，1958到1962，提前3年胜利完成。大跃进运动是以人民公社为基础，动员起了亿万人民组成劳动大军，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大建设运动。没有人民公社，就没有大跃进运动。本期节目介绍的资料不过是大跃进运动中很小的一部分，犹如大海中的一滴水，无法描绘出大跃进运动的全貌。但是通过这个节目，可以把大跃进运动的真实历史和功过得失告诉中国人民，让大家去思考。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存史存信，否则就是一纸谎言。那些以毛泽东头脑发热、毛泽东不懂经济等谣言诽谤来否定大跃进运动、否定人民公社，从而达到否定毛主席、造谣抹黑、污蔑丑化毛主席的小人们，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第二部分说完了大跃进运动的伟大成就，我们再来谈谈大跃进运动的过失和错误。正所谓功过得失，两方面都要谈，才能让人信服，才能总结经验教训，让我们的后代不再重蹈覆辙。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的过失和错误，就是以瞎指挥、煽动浮夸风、鼓吹共产风为特征的某些高层领导，加上一些地方领导为了拍高层领导的马屁，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瞒上欺下、虚报谎报成绩的左倾冒进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使广大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毛泽东在与某些高层领导的左倾冒进错误路线进行的斗争之中处境一直是非常的孤立，步履艰难。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痛我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我才能痛，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所说的那些数据，我根本不服气。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就是机会主义了，我就是要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以三股歪风为特征的某些高层领导的左倾冒进错误，泛滥于1958年的6月、7月、8月、9月和10月。8月和10月，毛泽东开始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10月份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一直到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之上，总结了经验教训。毛泽东始终在不断努力纠正以某些高层领导为代表的左倾冒进错误。那有人会问，8月份以前毛泽东干什么去了呢？非要等出了大事情才来管吗？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号庐山会议上已经做了解释。他说，去年8月以前，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革命上。毛泽东这里说的革命，主要是指下面这些事情。由于苏联变修，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移到了中国，因此当时毛泽东主要把精力用于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研究思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支持世界各国共产主义左派组织的斗争，研究思考支援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问题。同时，当时的中东局势紧张，伊拉克取得了反帝斗争的胜利，宣布了独立，成立了伊拉克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出兵中东，同时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勾结，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企图永久霸占台湾。蒋介石又叫嚣着反攻大陆，英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又和西藏农奴主头目达赖喇嘛相互勾结，准备发动叛乱。针对国内外这一切复杂阶级斗争的形势毛泽东把主要的精力用于研究国内外阶级斗争，并在前线坐镇，指挥炮击了金门，把美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兵力吸引到台湾海峡这边来，从而减轻了中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压力。另一个方面，毛泽东又要考虑如何准备对付西藏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农奴主反叛问题。
加上毛主席当时主动退居了二线，所以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主要由其他高层领导负责，他们又是宣传口的主要把关者。这些事情啊，当时在党内上上下下大家都非常清楚，心里都是很明白。具体是哪些高层领导，名字我就不提了，毕竟人死为大。然而在毛泽东逝世不久，那些在大跃进中犯过左倾冒进错误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们，却把历史责任统统甩锅给毛泽东，把屎盆子扣在了毛主席的头上，从而推卸自己的应该负有的责任，就像川普把新冠疫情防控不力的责任甩锅给中国一样，让人恶心。而另外一些别有用心的小人们，则不吝惜笔墨，不惜唇舌，不厌其烦的几十年如一日的攻击毛泽东。他们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冒进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度、平均主义、否定商品交换等一系列错误做法的责任，不分青红皂白，恶意地推在了毛泽东的身上，严重地损害了毛泽东的形象，严重地曲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给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蒙上了阴影，也给那些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分子制造了借口。许多正直共产党员和普通民众都感到痛心和不解。为了查清历史真相，存真实于历史，不误导后世子孙，他们默默地从事了长时间的调查研究，现在终于可以水落石出了。原来大跃进的真相是被某些小人颠倒了的，历史是被篡改了的。几十年来，这些事情就成了一笔糊涂账，流逝的真相永远的消失了。但是非却不能永远的被颠倒，历史不能被永远的被篡改。我们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讲党性，弄清是非，还清白于毛泽东，为毛主席证明历史不能由小人任意篡改编造，人民不能容忍毛泽东蒙冤，谁犯了错误就应该由谁负责。陈云讲过一句话：不为书，不为上。一个学者、专家、理论家，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家、政治家，乃至一个普通老百姓，看待书不要看书上怎么写的，也不要看哪个大人物是怎么说的，而要看事实，看事实真相，看本质，要实事求是。那些反对毛泽东的小人，用他们无赖的流氓逻辑说大跃进是错误的，因为大跃进是搞浮夸。他们对搞浮夸的人说，浮夸是毛泽东搞出来的错误，因为他发动了大跃进。大家看看，这些反毛泽东的小人就是这样颠倒黑白、篡改历史，造谣抹黑、污蔑毛主席。还有一些貌似客观公正的人，他们说，虽然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搞浮夸，但是不能全盘否定。于是他们绞尽脑汁地发明了一个新词儿，叫做晚年毛泽东。晚年的毛泽东哪里有错了？无论对毛泽东全面的否定，还是发明了所谓的晚年毛泽东，这两种人的共同之处就是强奸历史、颠倒黑白、搬弄是非。浮夸风来自什么人？必须澄清，是谁犯的错就是谁的，绝不能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某些高层领导鼓吹的浮夸风已经被大量事实所证明了。有谁听过、看过或掌握过毛泽东鼓吹过浮夸风呢？那些起劲的反对大跃进、反对毛泽东的人，为什么拿不出哪怕一丁点的事实证据呢？事实上，毛泽东一向反对浮夸风，并与之做坚决的斗争。浮夸风作为党内的一种势力克服它是很困难的。毛泽东始终在和浮夸风做斗争。比如1958年8月13号，毛泽东去天津新义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了之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情。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那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5位小女娃嘻嘻地站在稻秧之上，毛泽东则摇头地说，娃娃下了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又说吹牛是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对也对不起来。这句话摘自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比如毛泽东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10年田，水稻田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摘自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到139页。又比如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那么多。
竟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到6000一斤，相当于平均亩产300到350斤。当时农林口的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了。又比如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一斤有假，最多7400一斤，把7400一斤当底数，剩余1600一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是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你不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就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了中央日报。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党报。又比如1958年8月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为争取今年实现钢铁翻一番，为生产1070万吨钢铁而奋斗。会议期间，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询问，现在钢铁生产仅400万吨，到年底还有4个月，4个月能生产700万吨钢铁吗？大家都说行。毛泽东当时没说了什么，只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摘自《中国共产党60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58年7月版，第462到463页。毛泽东还说，1070万吨钢铁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这可怎么得了啊？摘自吴冷西忆毛主席第95到103页。关于新修水利的问题，1958年11月初，毛泽东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东金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京东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3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这样搞的话，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1/3或者1/10，死5000万人。你们搞多了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是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摘自许学新著《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38到139页。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中对于农村农民的问题的了解，有谁能够超过毛泽东呢？在中国民主革命的28年的历史中，无论是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或土地革命战争中的农民游击战争，或8年抗战中的农村游击队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有关农民问题的英明决策，有哪个不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全国解放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又有谁比毛泽东更高明呢？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处理，毛泽东是全党的楷模，不愧是最英明最伟大的领袖。对此，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是公认的，也是心悦诚服的。然而，自从毛主席逝世后的几十年来，无论党内和党外，竟然冒出来一批小人，他们公然说毛泽东不知道一亩地产多少粮食，硬要把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推在毛泽东的身上，胡说什么浮夸风是毛泽东鼓吹起来的。他们的逻辑是大跃进搞浮夸，搞浮夸风就是大跃进，他们想把水搅混呢。几十年来，他们翻箱倒柜，把大跃进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但是却没有找到哪怕一丁点毛泽东鼓吹浮夸风的证据。其中的某些人，他们过往的言行却暴露了他们自己才是浮夸风的鼓吹者。这些人想一手遮天，颠倒黑白，篡改历史，他们吵吵嚷嚷了几十年，不遗余力地拼命造谣抹黑污蔑毛主席，可是到头来反倒是暴露了自己的马脚和丑恶的嘴脸。浮夸风原来是他们自己刮起来的，真是贼喊捉贼啊，可恶可恨。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发展纲要40条，这个纲要要求全国各地农村的农村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技术、农业劳动生产率、交通运输和商业及邮政、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各方面，要在12年里边得到大发展。这个纲要是毛泽东亲手制定的，经过4年的准备，多次与14个省区负责人商讨，开了2次中央会议讨论才形成的，可谓是慎之又慎，可以说是党内集体智慧的结晶。后来竟有人说那是毛泽东头脑发热，鼓吹高指标，大刮浮夸风。如果说这个纲要制定了政策错了，那众多参与制定的人难道没有责任吗？非要把错误全都推到毛泽东头上吗？这真是一个弥天大谎，几十年来这个谎言不知道蒙骗了多少人，现在是到了该说清楚的时候了。
谎言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那些上当受骗、骂过毛主席的人，当你们明白了事实真相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是作何感想？那些相信了反共的轮子媒体，比如张峰、文昭、陈歪嘴、陈破空等抹黑大跃进的反贼们，还有袁腾飞、袁瞎子的一系列歪曲历史、刻意造谣抹黑、污蔑毛主席的节目，不知道忽悠欺骗了多少不明事理的青少年，成为了恨国党。但是当那些人了解了事实真相之后，会10倍100倍的怨恨忽悠误导他们的那些反贼骗子。不知道宣传口把关的那些领导们，你们又在想什么，又做了些什么？在毛主席逝世之后，那些当初大搞浮垮风的人，为浮垮风喝彩的人，竟把浮垮风说成了大跃进，把大跃进说成了浮垮风，把责任全部推给了毛泽东。这是篡改历史，欺骗人民。不知道这些小人想过了没有？当人民知道了历史的真相，人民又会怎样看待你们这些小人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决定历史的是人民，而绝不是那些颠倒黑白、篡改历史的小人。真相就是真相，善于撒谎的人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终将被人民所唾弃。2. 关于左倾冒进错误的危害。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左倾冒进错误，前后有10个月，1958年6月到1959年4月，在毛泽东的努力下，迅速地得到了克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大跃进中的浮垮风使国家对粮食产量的估算和统计失真，因而发生了过度征粮的错误。其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共产风把农民的生活资料和少量的个体生产资料一律归公，农民的个体储备一扫而空，同时穷对富对拉平，出现了一部分人剥夺一部分人的情形，平均主义导致了大家都穷。其三，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因素的公共食堂，造成了粮食大量浪费和思想上的极大混乱。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先后办起了39.9万个公共食堂，参加吃饭的人口有4亿多，占人民公社总人口的 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 90% 以上。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饭，有的食堂3个月就吃掉了1年的口粮。常年农民1年依照个体吃饭，瓜菜带低标准，老少年平均200余斤粮。吃公共食堂不到3个月，便把1年的口粮全部吃光。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1958年9月发出了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饭，2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数粮搭配。在2个月后，就是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了饥荒。到5月份，已经有55个村、255个食堂停炊了。共产风把农民都掏空了，吃光了，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为了0。可见浮垮风和共产风的危害之深了。3. 毛主席对大跃进期间乱刮浮垮风、共产风的看法，他认为一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复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罗办法，要量力而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2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2者混同起来。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国民党污蔑我们共产共妻，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样的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吗？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分产不分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那怎么得了？毛主席说1007万吨钢铁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剩下14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分产不分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呢？4. 毛主席要求人民日报敢于抵制左倾冒进的虚假宣传。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一种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他说，
现在宣传上要转方向，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党报，而另外一些人使用卑劣的手段造谣说大跃进饿死3000万人，当时的中国总人口数量是6亿多，如果真的饿死3000万人，那么平均每20个人就有1个人饿死，那个景象将会是饿殍遍地，野狗成群，四散逃生的难民抛妻弃子，家破人亡，中国大地肯定是满目凄凉。那是一个多么凄惨的景象啊！试问40、50年代出生的人，有谁见过这种景象呢？没有一个人见过，因为那是谎言。可见谎言的抛掷者是多么的卑鄙无知。他们制造这个谎言是用来抹黑污蔑毛泽东，丑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曲解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反毛必反共，反共必反社会主义。一切反对毛泽东的人必然反共、反社会主义。他们不过是一帮小丑，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摇旗呐喊，其心可诛啊！这里再说一下大跃进中搞浮垮风、共产风最厉害的臭名昭著的5大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吴知甫，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和甘肃省委书记张忠良。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吴知甫长期主政河南，对当时河南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这种伤害至今犹存。1961年7月，因搞浮垮风造成超过100万人非正常死亡，被降为第2书记，后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吴知甫文革中被愤怒的群众批斗清算并入狱，1967年在广州因病去世。1979年1月，邓小平亲自为其致悼词平反。这种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人还给他平反，真让人无语啊！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河南省信阳地区首先是绥平县最早刮起了浮垮风、共产风，而且越刮越大，迅速刮遍了全信阳地区。由于左倾冒进错误的肆虐，终于导致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的发生。河南省左倾冒进错误的始作俑者就是时任河南省省长的吴知甫。1958年到1959年的前后，以吴知甫为首的河南省委是毛主席的多次批评于不顾，实行左倾冒进、蛮干、高估产、高征购、大刮浮垮风、共产风，造成了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对于当时中央对吴知甫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的批评至今河南许多的过来人仍然记忆犹新。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吴知甫就吹牛说，今年河南要增产几百亿斤粮食，并实现水利化。毛泽东就批评吴知甫说大话，提高指标。吴知甫置若罔闻，越搞越离谱，甚至提出了取消商品、取消货币、实行直接的物质分配、提高供给制，越走越远。最终遍及河南全省的左倾冒进错误，他获得了某些高层领导的支持。吴知甫另立之婚，趁势将河南省委书记潘福生、副书记杨玉、副秘书长王廷简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搞下了台。自己当上了省委书记之后，便在全省到处抓小潘福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敢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这些极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睁着眼睛说瞎话。浮垮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了起来，一片的乌烟瘴气，根本不关人民的死活。在郑州会议上，吴知甫也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给吴知甫写了封亲笔信，信中说：“你不要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好。”而吴知甫始终固执己见，坚持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继续刮他的共产风。吴知甫的左倾冒进错误，直到1959年11月发生饿死人事件之后，才一步步的暴露了出来。到1960年的2月，彻底的暴露。信阳事件的发生之后，吴知甫仍然没有丝毫悔改之意，继续搞他的左倾，将责任全部推到了下面，把大批基层干部打成了反革命。吴知甫如此的横行霸道，连毛泽东的指示他都不听，那么他听谁的呢？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大家自行去脑补。另外，当年被吴知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潘阳王小集团中的杨玉同志，他曾经痛心疾首地说过：“说假话是要死人的。”他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1958年，毛主席在专利上听了吴知府的汇报之后，就指着窗外光秃秃的山头说：“你1年就能搞成绿化吗？我不信。”说明当时的地方官员的那种瞒上欺下、瞒报谎报、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已经成为了习惯了，那这是害人呐！怪不得当时有民谣说：“跟着潘福生1天吃1斤，跟着吴知府吃了不少苦。”当时这种民谣有不少，说明谁是谁非，人民群众看得很清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信阳事件的真相说明了当年毛泽东在纠正左倾冒进错误的斗争之中，处境是多么的孤立，工作是多么的艰难，上上下下没人肯听他的话，说明吴知府背后是有一股势力支持的。他们和毛泽东对着干，行左施右，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的目的就是破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否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企图复辟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以开国功臣自居，到处享受着各种特权，妄图继续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这就彻底违背了当初毛泽东革命的初衷了。毛主席担心自己一手建立的共产党和新中国被那帮妄图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小人给颠覆了，重蹈当年李自成的覆辙，那么几千万革命烈士的鲜血就白流了，这才有了后面的毛主席发动的文革。不是毛主席逝世之后那帮小人们几十年如一日所造谣的毛主席为了贪恋权位不肯放权、独裁专制、滥杀功臣等等原因而发动的文革。毛主席在那个时候早就退居二线了。从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8次代表大会开始，毛泽东就有意的把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推到了中央的第一线，自己退居了二线。后来他看到局势越来越严峻，越来越多的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背离了革命的初衷，对毛主席的提醒和警告置若罔闻，而且还彼此拉帮结派。当时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所以毛主席只能跑到上海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充分的相信群众，发动了文革。人民群众对那些腐败的官员大老爷们进行了批判批斗，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其他大部分的官员腐化堕落。我认为文革是一场世界范围内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出发点是非常好的，但是后来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小人给利用了，导致了文革的逐渐失控。这就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一样，那些小人行左施右，打着红旗反红旗，到处搞浮夸风，搞共产风，实际上就是破坏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人民群众痛恨腐败和贪官污吏，就像89年的学潮一开始一样，也是为了反官倒，出发点也是很好的。后来被以美国 CIA 为首的包括台湾、香港等境外反华势力所利用，蛊惑煽动了当权的学生们闹事儿，并要求共产党下台，那个性质就变了，变成了颠覆政权的颜色革命了，那就不是简单的学生运动了，那就是反革命暴乱，必须被镇压。所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往往会被心怀叵测的人利用，而导致失控。从信阳的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那里不是没有粮食，当地的大小粮库里面是满满的粮食，但是人民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去抢过一颗粮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们是多么的听话，是多么的遵纪守法，是多么的相信我们的党。而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为了拍上面的马屁，让自己升官，为了自己所谓的政绩，为了自己小团体的私利，漠视老百姓的生命，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愧对人民啊！上述信阳事件的历史资料摘自于时任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的张树藩同志关于信阳事件的回忆录。他经历了信阳事件的整个过程。1993年，张树藩同志出于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感，抱病写出了这篇回忆录。信阳事件以及文革的失控，还有后来的89学潮，都是一些惨痛的历史教训。对于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我们应该正视它，分析它，弄清事实真相，总结经验教训，让我们的后代不要再重蹈覆辙。比如现在的习大大领导的在全国范围内的脱贫攻坚战就是非常好，实实在在的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才是正道，比喊1万句的口号都要实在。这不仅仅是对那些借以夸大历史错误、历史事件来抹黑、污蔑、攻击共产党的恨国党、带路党、反动公知、反华的独轮运分子、反体制的红二代、官二代们的一个有力的回击，同时也是对那些行左施右、打着红旗反红旗、造谣污蔑、
颠倒黑白，篡改历史上小人们所犯罪行的批判。本集讲完了，都是一家之言，欢迎老铁们多留言探讨并转发订阅，谢谢大家。